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我们今天这一期视频呢，分享一些关于压爆人的机制。就本来我今天很累了啊，然后看了一下暗黑河的帖子，你们给我干了50多条回复，全在问这个回能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再说一下啊。我们灵巫的目前的羽毛的玩法，它的回能是分为2种回能的。第一种叫午夜骄阳体系的回能啊，就是我们的科佩莱克之杖配合午夜骄阳戒指，由科佩莱克之杖消耗我们的全部精力，然后呢再由午夜骄阳把这个消耗的精力给回过来。然后这边会有一个知识点啊，就是我们的午夜骄阳的回能一定要有一定的资源上限回复才行。就你看我现在这边啊，你会看我能量是涨到这个阶段再打一下，然后再涨上去啊。但如果我开了劫掠者啊，你会发现我的能量是空了瞬间满的啊。这个时候我每一次攻击就是暴击了，对吧？你看劫掠者一停，我们这个精力一下子就这样了啊。就只有这种一下子停一下子满，这种精力上限才是健康的战斗时候的精力上限。那我说一下要达成这个效果啊，就这个效果的原理我暂时没弄懂，但是我就直接说效果好吧。午夜骄阳这个戒指的特效越高越好啊，你不要低于48，我个人觉得是最好全部都弄50的，这个回能的效果真的太关键了啊！你如果是40多的话，可能你开了劫掠者也没有办法回能啊。然后其次就是我们第2个戒指上找一条百分比资源生成啊，这个百分比资源生成会增加我们午夜骄阳之戒的回能啊。你看到我现在面板是30多的这个叫灵力生成吧啊，还是精力生成，反正就是这个数值。然后我们的劫掠者这个技能，它在开启状态下会让我们的所有来源精力生成量提高 30%， 但它开了之后，我们面板不是说啊什么30加30，也不是百分比增加，它开了变成70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70，但它总之就是开了变成70了。然后开了变成70之后，其实也是没法达成每一次攻击都100%返还的，但它开了之后就是能达成啊。目前这个机制我还没有去详细的测算，但是目前就是有这个机制。所以呢，我们先来说一下1阶段如何达成战斗状态下每次攻击都满能啊。很简单，午夜骄阳的特效越高越好，然后身上找一条资源生成啊，不要太低，最少有个134，再之后开劫掠者战斗，这样子你在战斗状态啊就永远是满暴击的了啊。这个是羽毛的一个初始的知识。然后接下来说一下我们的进阶知识，也就是放逐领主的护身符。这个道具就跟我们的能量上限有关了啊。我们这边就拿攻速要举例子吧啊。就这个项链的效果呢，是你在消耗了275点主要资源之后，下一次核心技能是必定压制的啊。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武器跟我们戒指的配合嘛，所以导致我们的攻击其实每次都是暴击的。那这个必爆的攻击就能吃到放逐领主 60% 的增伤了啊。所以这个放逐领主的词缀里呢，前面的词缀要看生命跟核心技能，但下面的这个特效也很重要啊。了解了这个知识之后，我们再说一个额外的话题啊，就是我们现在你看我扔个技能空难了啊，它显示消耗了275点主要资源，但我的精力上限最多只有257，那这是为什么呢？啊，你看我这边再扔一下，多了个35，这个35是哪里来的呢？啊，它是我们羽毛的基础能耗。就科杖你去掉之后，你会发现灵羽芥木它基础能耗大概是35啊。这边我显示38是因为点了被动，加了一点能量消耗，正常情况下是35点，对吧？然后带上去之后，这个科杖会把我们的灵羽芥木取消掉啊，精力消耗为0了。但项链不认，项链说你明明已经放了个核心技能，为什么不能多扣35呢？对吧？总之就是你在240点的精力上限情况下，每一次攻击都能触发我们的项链特效啊。那在这个情况下，战斗状态下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啊，我们这边打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啊。你这边如果都是240，然后劫掠者中间如果断了，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你没法无限压制啊。就所以说，如果要最稳妥的、稳定的触发我们的放逐领主的护身符，那你这个资源上限、精力上限最好还是堆到275以上啊，这样子就算你中途劫掠者断了，你看啊，你也是很快的就能续上来的
啊。那怎么堆精力上限呢？这里说一下几个手段。第一个手段是武器找一个太古的资源上限词条，然后精造命中，这个是最好的，因为资源上限就是武器目前唯一的增伤词缀。然后其次就是一个比较苦涩的抉择啊，也不能叫苦涩的抉择，就是穿我们的泰瑞尔的裤子啊，我找一下不是迪伯特的裤子啊，找这种资源上限的迪伯特的裤子，稍微强化一下，然后穿这个裤子也能给我们提供资源上限啊，这是第二点。然后再说一下这个裤子它的实际增伤是没有我们的优距增伤高的啊，优距你这边看到恐惧状态下敌人33%的独立增伤嘛，我们扔个灾虫敌人就被恐惧了，对吧？所以说这个裤子呢，它的好处是它有一个独立的减伤词缀啊，比起我们的这个裤子可能要稍微坚韧高一点，但是输出上面是要差一点的。然后第三点就是巅峰这边，我们的巅峰盘啊，在削弱这个盘这边啊，是有几个专属的叫资源上限的蓝点的，看到没有？这边有几个蓝点。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御灵师这个雕纹的效果是增加范围内所有魔法节点的加成啊，272。原来这个蓝点可能是4点，你这个 C 上去啊，它就变成15点了。那这么 C 完之后啊，我们就能从这边又能收获几十点的资源上限了。这些手段加起来，最后我们要达成的效果是精力上限超过，或者是就总之就是越高越好吧啊。240你能够玩这个压制体系，然后呢达到275，你几乎每次攻击都一定是暴击压制了啊，那就是这样。所以实战的时候，如果你坚韧足够的情况下，或者说是你像我这样吧，257其实已经能无限暴击了，但还是要喝这个足智多谋药剂啊，毕竟加这个资源上限还是一个独立的增伤，它是跟我们武器的下面这个伤害来算的啊。然后最后说一下，很多人又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视频里那种几千亿伤害都是打的白字，为什么我打不出来？很简单，因为那个白字是猎豹之灵的效果啊，就是你要看这个自己的当前的秒伤，你可以通过猎豹之灵看，它的效果呢是把你过去 0.5 秒内对敌人造成伤害的 15% 作为白字打出来啊，所以这个东西打了1000多亿，证明你之前的秒伤可能就已经上万亿了啊。那我们所以正常情况下呢，我要看自己的数据嘛，我要去跟你们吹牛逼，那我就只开普通伤害，不开暴击跟压制啊，然后在战斗状态这样子一直扔啊。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猎豹之灵啊，它就给我开始转出非常非常多的白字伤害的，这个就是它的特色啊。然后再说一下羽毛这个技能跟猎豹之灵是非常匹配的，你扔一下它是有8段伤害的，所以是呢非常高效的触发的。然后战斗阶段，如果我把我们的什么暴击伤害、压伤害全开了啊，那数字就看不了了，你根本看不到这个怪在哪里了啊，就这样子的，就白字小字全部都挤在一起，这样子很不美观，所以我就选择只让你们去看我的白字啊，那大概就是这样吧。反正就这边就说了一下逻辑，就如果你想知道你自己的玩法当前的秒伤水平，你就去看猎豹之灵的最大数字好了，就去打 BOSS， 打 BOSS 的时候 BOSS 残血了，吃到了我们的豹子的斩杀啊，那个数字一定是最大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推算出来自己的秒伤峰值是多少啊。那大概就是这样吧。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啊，我是琉璃哦。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没说啊，就是我们这边还是换了一下技能的，就你看之前我们是星星主灵，然后猎豹副灵，这样猎豹能拿残暴啊，星星能够给屏障。但现在我们换了一个攻击性更高的配置，就是猎豹来当我们的主灵，给我们提供额外增伤，然后呢星星给我们当副灵，给我们提供不可阻挡跟决断，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星星主灵没法给我们更多的屏障了，所以呢你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符文啊，也就是这个释放技能触发德鲁伊的大地壁垒。我这边呢，因为我装备很好，所以我把它放在非引导核心了。如果你装备不是很好，建议你用这个消耗自身资源来释放大地壁垒啊。最后说一下漩涡这个技能，漩涡这个技能我现在是打速刷带，然后打高层还是要带反击。反击状态虽然说没有办法触发格挡，但是能给我们提供非常大的坚韧啊。而且高层反击这个东西你手动开嘛，也不是一定无缝按的啊，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威能的格挡的触发，对吧？然后低层啊，跟我一样直接上个漩涡。漩涡这个技能呢，不管你带不带，它符文要点的，因为它下面这个击倒还有这个增伤是能通过我们符文的漩涡触发的啊，这也是符文之语的妙用。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啊，我是琉璃，我们下期视频再见。